岛内反莱猪、真爱早教等4项所谓公投案结果周六晚间揭晓，4项议案均被否决。观察认为，虽然此次所谓公投被视为民进党当局大获全胜，但无法掩盖其背叛台湾民生利益的真相。台媒直言，时至今日，台湾民主已经变质，是非混淆，灵魂虚无。 此次公投的投票时间从周六上午8时开始到下午16时结束。按照台当局选举部门规定，公投案要通过，有效同意票需高于不同意票，且达到投票人总数的1/4以上。这次4项公投案通过的门槛是4956367张同意票。 最终，因4项公投案的同意票都未达投票人总额1/4以上门槛，且不同意票都多于同意票，因此被否决。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当晚于中央党部发表谈话之前，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4大公投的结果不理想。我身为国民党的主席，正是要在这边向全体跟所有辛苦的志工。 还有我们党内同志表达歉意。朱立伦提到，对于公投结果相当遗憾，对台湾民主是极大的伤害。因为公投已死，今后也很难再有公投案在这样制度下可以突破。对于台湾的新的民主独裁的政府是个胜利，但是对于追求深化民主的每一位公民团体的朋友，每一位台湾基层的民众来讲。 这一次是民主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但反莱猪案领衔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维洲当天对外界鞠躬表达歉意及感谢，并宣布即刻起辞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职位，强调自己是该负责任的人。长期以来，针对此次公投的民调大部分都显示这个公投几项议题之间还是有所差异那么民众对他的支持度是有高有低，那么这个情形并不完全一样。那么之所以会在 此次公投结果出现这种所谓的一边倒的一种态势，那么很大程度上是民进党在公投前夕，特别是最近1、2周之内，它大幅的这样一种通过这种所谓的选举奥步，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政治优势、政治资源去转化为实际的这种选票数字，那么他做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台北市长柯文哲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民进党花了5800万新台币进行宣传，用仇恨动员。 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在这场公投中逐渐透支。对于4项公投均未过关，柯文哲分析有2个原因：一是在政党全力动员、各说各话、毫无交集的讨论下，多数选民对这次公投感到厌弃；二是4大公投牵涉到食品安全、能源政策、环境永续、选举制度的变革的复杂议题，很少人有充足的时间与信息量做出全面性的判断，投票动力更低。柯文哲也提到，从选举结果来看，显然大撒币的组织动员有效。 在行政资源、媒体近乎一体化的倾斜之下，新绿色威权更加强大，在野党的处境也愈加艰困。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也痛批，民进党不止砸钱在全台宣讲，行政部门还动用人民纳税钱买广告，这已经不是政令倡导，而是把公库当党库，用行政资源为民进党宣传。那已经是立场跟意识形态，是标准的政党对决。 台湾联合报文章指出，虽然4大公投未能通过，但蔡当局能宣称自己大获全胜吗？明明该听取民意的时候，政府却用巨炮来轰炸及搅扰人们的耳目，弄得人民心烦意乱、兴味索然。如此手段遏制，好意思自诩民主吗？ 台湾《中国时报》提到，时至今日，台湾民主却已经变质，是非混淆，灵魂虚无。民进党挂着民主进步的招牌，却成为践踏民主、扼杀自由的权力怪兽。这头怪兽擅长用抗中保台话术洗脑民众，煽动族群与两岸仇视，炒作台湾意识，偷渡台独。其实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理念，也未必真心台独，而是为了无限扩大及延续自己的权利。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民进党依然掌控着对于当前岛内的舆论，岛内的媒体生态、岛内的社会的主要的这样一个议题带风向的这样一个能力通过它的我们看到近期暴露出来的网军的操作也好，还是通过它本身就非常绵密的、非常深厚的这种政商媒的这样一种生态，很容易的就把这个舆论的风向从有利于在野势力的方向转化为执政党想要去塑造的一个方向。
此次岛内民间发起的4项公投，其中包括反莱猪进口、珍爱早教、重启核4等3项涉及食品安全、环保及能源缺口，都是岛内重大的民生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反莱猪案。所谓莱猪，就是含有莱克多巴胺及瘦肉精的猪肉产品，对人体有害。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莱克多巴胺。民进党自己在台下时曾坚决反对进口莱猪，但一上了台就马上变成莱猪的坚定捍卫者。特别在反莱猪是事先不容易想到的，本来想说反莱猪蓝绿都应该不要吃莱猪才对嘛，莱猪怎么会要吃呢？现在几乎那个案子都差不多，除了一个核4以外，其他大概正反都差不多了，而就表示已经只问立场没有是非了。当民进党把它打成蓝绿对决的时候呢，大家就不讨论内容了。此前就有评论表示，若反莱猪案通过，不排除台当局与美国的关系会受到冲击。所以压力之下，民进党故技重施，将公投诉诸恐中反中。台媒观察指，蔡英文等人宣扬的逻辑是，如果反莱猪过关，美国就会不高兴，就不会帮台湾。不但台美之间的经贸谈判无以为继，台湾也无法加入其他国际经贸组织，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台湾，在经济上就只能依赖大陆。美国也有人帮腔，甚至出言威胁。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10月就曾公开力挺美猪。孙小雅称，会让我孩子吃美国猪肉，也会鼓励台湾民众多吃美国猪肉。相关言论不仅将反莱猪概念偷换为反美猪，更被岛内舆论炮轰美政客介入公投。而所谓公投的结果出来后，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将与台湾就食品议题持续寻求建设性接触。环球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在莱猪议题的种种表演，将其宁肯牺牲民众健康也要抱紧美国大腿，甘愿对外国势力予取予求的本性暴露得最彻底。一方面是要告诉岛内听众，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对美方进行一个表态，就是无论岛内民众反对我的力道有多强，都能够通过我这种政治上的操作，把这种反对的声音给压制下来。在这样一个结果情况下，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方也好，还是民进党当局也好，那么他们对于这种双方之间这种相互勾连，将会肆无忌惮，更加的肆无忌惮。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台湾2021年所谓4大公投周6进行，结果都没有过关，您对此如何看？4大公投全部没有过关，貌似不可能的一幕，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那么就国民党而言，这是所谓选战无力、指挥无方、团结欠奉等等自身政党疾病的再次的总爆发。那么以此番公投的这个口号诉求为例，国民党经历了多次摇摆，最先喊出的是所谓倒戈公投，继而呢又在4个同意和2个同意、2个支持之间摇摆。那么国民党党部和地方官员经常也是各说各话，很难形成所谓战斗蓝的合力。联合报今天的社评文章就公开批评国民党整体是一盘散沙，根本难以对抗将士用命的民进党。那么反观后者呢，只要他进入到选举状态，那么民进党自身的能量就会全面激发，加上其惯用的类似陈水扁时代一颗子弹逆天改命式的极限选战工具箱，再加呢他作为执政党的权力与资源的加持，民进党经常会在选举投票中上演各种大反转。那么还是以焦点议程反莱猪为例，那么民进党就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洗脑式的操弄，所谓反莱猪就是反美猪，就等于直接反美，再加上呢由美方人士配合跨洋喊话，那么一通操作猛如虎，最终逆转式翻盘。但是呢，如果我们跳出党政视角，我认为台湾所谓公投结果，恰恰正是台湾式民主击毙的总爆发，是所谓劣质民主的一个集中呈现。也因此，我们更应该对蔡当局利用所谓公投结果进行的进一步的操弄，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什么您觉得这一公投结果是台湾劣质民主的集中呈现呢？我们又该警惕蔡当局哪些操弄呢？所谓台湾4大公投，它的焦点是食物安全议题，是能源安全议题。那我们还是以莱猪为例，老百姓说我们不想让美国的瘦肉精、猪下水、火腿肠上台湾人的餐桌。好，政客们来了，那我们就安排投票吧。但是呢，在投票过程中，这个投票的议题实际上它被掏空，它被异化了。比如呢，我前面提到的，从反莱猪到反美猪，再到反美的所谓扭曲式操作。那么甚至呢，民进党还刻意制造舆论。高雄市长陈其迈
放出所谓统独公投的一个狂言，叫嚣台湾队要站出来。国民党反思、道歉、溃败，实际上呢，他也是在基于党争和选战的考量。联合报今天的社评说，国民党勿忘公投惨败教训，真正的挑战在明年。那明年的挑战当然是地方选举，选战一败再败的国民党，他还能赢吗？那么问题就来了，闹哄哄公投过后，老百姓餐桌的放心肉问题有解了吗？莱猪问题不存在了吗？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关民主的4个要看与更要看的标准，就更加能够体会其中的深刻洞察与直指核心。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那么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的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承诺，更要看选举之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那么更要看这些个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人民监督和制约。所以啊，岛内名嘴黎建南说，台湾式民主的最大的弊病就是投票一时爽，4年悔断肠。那么反莱猪公投之后，台湾人啊还是得捏着鼻子吃美国的瘦肉精猪肉。反莱猪公投结果确认之后，蔡英文对记者说，台湾人想要进入到世界，愿意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鬼话，是他的政治算计。既然民进党敢把食安议题操弄成所谓的统独议题，那么蔡省长他当然就有这个动机与动力，利用公投结果去打国际空间牌。尤其啊，在当下台湾友邦纷纷有进转升之际，蔡英文最迫切的目标是试图将台湾纳入到所谓的民主同盟体系，是要以更多的勾连来倚傍外部势力。前几天在台北见来访的几个法国议员，蔡大谈所谓团结对抗威权主义，他也是这样一种居心。那么接下来申请加入 CPTPP 的议程，很可能就会成为蔡当局冲撞国际空间的又一发力方向。对此啊，我们不妨追踪关注。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